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在上期节目《以太坊10年传奇》当中，我提到过一句话：以太坊是一台世界计算机。结果有观众问，它不就是一个币吗？怎么成了计算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确实，以太坊有自己的代币 ETH， 但它远不只是一个币，它背后呢是一台分布在全球7万多台机器上的计算机，没有公司在控制它，却能全年无休的运行，每分每秒都在处理交易、转移价值，这个就是以太坊。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这台全球共享的计算机的5层核心结构，你将会明白它为什么能够被称为世界计算机，它是如何支撑整个 Web3 生态系统的，以及为什么它可能成为未来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现在呢，我们来打开机箱，看看这台世界计算机的第一层硬件。一台普通的电脑的硬件呢，都集中在一个机箱里面 ，CPU、内存、硬盘。但以太坊的机箱分布在全世界。此刻，在冰岛的一台服务器正在使用火山地热为以太坊持续出块提供动力。在德国柏林的某个地下室里边，一台程序员的旧电脑可能正在验证交易。在新加坡的数据中心里边，专业的矿机闪烁着蓝光。甚至就在你家楼下的邻居家里边，一台看起来可能非常普通的笔记本电脑也可能正在参与这个网络。这些机器呢，互不相识，也从未交流。但神奇的是，每当有人在以太坊上发起一笔转账，冰岛的服务器马上就知道了，德国的那台旧电脑也记录下来了，新加坡的矿机开始验证，你邻居家的笔记本也在同步数据。几秒钟内，全球7万多个节点达成共识，这笔交易是有效的，就像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从未排练，却能用同一个节奏拍手合唱，而且从来不出错。这个就是以太坊区块链的特点，没有 CEO 却协调运作，没有总部却覆盖全球，没有客服却从不宕机。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亚马逊服务器宕机，半个互联网可能就瘫痪了。如果 Facebook 出了问题，上亿人无法聊天。但如果以太坊的某个节点断电，其他节点继续运行，毫无影响，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这个呢，就是以太坊的第一层去中心化的硬件层。它不是由某家公司打造的一台超级计算机，而是由数万台普通的计算机组成的网络，彼此协作，持续运作，拼接成一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计算机。不过呢，光有硬件还不够，这套系统还需要一种机制来维持秩序。谁先记账，谁来验证，又如何防止有人作弊？在普通的电脑里边，这个角色由操作系统扮演， Windows、macOS 或者 Linux 来负责调度任务、分配资源。而在以太坊里边呢，这个操作系统就是共识协议再加上 Gas 机制。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共识协议。设想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此刻张三在香港向李四转账100个 ETH， 这个信息呢几乎同时传到了全球7万个节点上。冰岛的节点说我看到了，德国的节点说我也收到了，新加坡的节点回应确认无误。但问题是，谁有权决定这笔交易是否有效？谁来把它正式写入区块链的账本当中？在传统的银行里边是服务器再加上内部规则来判断，支付宝呢是阿里的服务器做决定。那在以太坊呢，这就轮到了权益证明机制，也就是 POS 发挥作用。它的规则其实很简单，你想当记账员，先交押金，每个想参与记账的节点必须质押32个以太坊，按现在的价格大约是14万美元。然后呢，系统会随机选择一个记账员来打包本轮的交易。如果你诚实的完成了任务，你就能获得 ETH 的奖励。但如果你试图作弊，比如说验证一笔虚假的交易，系统会立刻惩罚你，扣掉你一部分质押的以太坊，严重的话直接把你给踢出网络。所以一个理性的人肯定不会冒险作弊的。这个就是以太坊 POS 的共识机制，它不需要警察，也不需要法官，每个节点都自觉遵守规则。因为违反规则的代价非常高，
但这还不够，全国7万个节点，人人都可以提交交易请求。如果有人作恶刷交易怎么办？如果有人写了一个死循环程序，占用全部的计算资源怎么办？这个时候呢 ，Gas 的机制就登场了。你可以把 Gas 理解成使用以太坊时需要支付的计算费用，就像你开车要加油，使用以太坊的时候也必须支付 Gas 费、油费。那具体怎么收费呢？比如说你只是简单的转账 ，Gas 费非常便宜，可能只需要几美元。你调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智能合约， Gas 费就会上升到几十美元。如果你运行一个计算密集型的程序， Gas 费甚至可能达到几百美元。这个就像云服务的计算模式，你用多少的资源就付多少钱，没有人可以免费的使用网络资源，也没有人能够通过刷交易请求来攻击系统。举个例子，假设某个黑客写了一个死循环程序，理论上这个程序可以无限的运行，占用系统资源，但在以太坊里边，每一步操作都需要支付 Gas 费，程序每执行一步就会消耗掉一部分的 ETH。很快这个黑客发现攻击还没有成功，自己却花了一大笔钱，这不划算呀，所以只好停止攻击。这套共识加 Gas 的机制，就像传统操作系统里边的任务调度器加上防火墙，一方面呢保证资源分配合理，另外一方面确保没有人能够滥用系统。至此，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全球协同的硬件层和一套安全的内核机制。但这台计算机现在能运行程序吗？答案是还不行。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以太坊真正的处理器 EVM 以太坊虚拟机。你的电脑里边有 Intel 或者是 AMD 的 APU， 他们负责运行程序、处理指令。那以太坊里边这台计算机用什么呢？答案是 EVM 以太坊虚拟机。但这里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EVM 它不是一个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芯片，它是一种软件处理器，运行在全球7万多个节点上。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开发者在硅谷写好了一个智能合约，使用的是 Solidity 的编程语言。他把这个合约部署到以太坊网络上以后，系统会把它翻译成一个 EVM 呢理解的字节码，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冰岛的那台节点开始执行这段代码，德国的节点也在运行同样的指令，新加坡的节点同样也在同步执行，全球7万个节点在运行完全相同的一段程序，并且输出完全相同的结果。这意味着你在以太坊上部署的程序不是运行在某一台服务器上，而是运行在成千上万的机器上，哪怕其中一台机器宕机，只要还有一台在线，你的程序就能访问。这个就是 EVM 的核心价值，一个不可篡改的执行环境。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写了一个借贷合约，规则是借款人必须提供150%的抵押，一旦部署到以太坊上，这段代码就会按照既定的逻辑自动执行，不依赖任何中间人，没有管理员可以修改它，也没有一个 CEO 可以干预它。如果没有预留管理接口，或者是升级机制，甚至连你自己作为一个开发者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代码写成什么样，它就执行成什么样。这个就是那句著名的话，在以太坊里边，代码就是法律。这也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 Polygon、BSC、Avalanche 这些新的公链都要兼容 EVM？ 答案很简单，以太坊已经累积了成千上万个智能合约，数万个 DApp。如果新的公链兼容 EVM， 就能无缝的继承以太坊的整个生态。这个就像手机行业，为什么那么多厂商都要兼容安卓呢？因为兼容安卓就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Play 的数百万款的应用。兼容 EVM 同样的意味着你可以接入区块链世界里面最大的应用商店 MetaMask 的钱包直接使用， Uniswap 的交易所也可以直接使用，现有的开发框架加上工具库，无需重写，直接迁移。这个就是 EVM 成为行业标准的原因。但也因为这一点，问题也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把程序丢进同一台计算机运行，这台世界的计算机会不会被挤爆？答案是会的。以太坊当前每秒最多只能处理大约15笔交易，但全球用户的需求远远的高于这个数字。
这个就像一条只有2条车道的高速公路，却要承载整个城市的交通，结果是什么样呢？堵车严重， gas 费飙升。于是以太坊开始了一次重大的进化，它决定接入高速公路系统，这个就是我们即将讲到的第4层扩展层 Layer 2 网络。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2021年的某个周末，全球有10万人同时想用以太坊，有人想要转账，有人想要买 NFT， 有人在 Uniswap 上做交易。但问题是，以太坊的主网每秒只能处理15笔交易，这个就像一条只有单车道的高速公路，结果可想而知，大堵车，转个账要等半小时，gas 费飙升到100美元以上，买一个几十美元的 NFT， 光 gas 费就可以达到200美元。很多用户直接放弃使用，或者转向其他的公链。以太坊意识到这一个问题，这台世界计算机太专一了，每一笔交易都必须由主处理器亲自执行，就像一个 CEO， 大小事务都要亲自来决策，这样会把这个 CEO 累死的。于是呢，以太坊决定做一次重大的升级，接入协处理器系统 Layer 2 网络。这个思路呢非常聪明，就像你的电脑用独立的显卡来处理图形，用声卡来处理声音。Layer 2 呢就像是以太坊的专用协处理器，处理大量的日常交易，只把关键的结果汇报给主链。目前呢主流有2种技术路线，第一种呢是 Optimistic Rollup， 翻译成中文呢叫做乐观汇总。 Optimistic 是乐观， Rollup 呢是汇总。它的逻辑是我先执行再验证。比如说你在 Layer 2 上转账100个 USDC 给你的一个朋友，系统不会马上去问主链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100个 USDC， 它会乐观的假设你有，先执行交易，然后呢把一批的交易打包定期的汇报给主链。那如果这笔交易有问题呢，系统会进入一个挑战期，主链重新验证这笔交易，如果真的有错就会被回滚，如果没有问题，质疑的人要支付罚金。代表项目呢有 Arbitrum、Optimism。 第二种呢叫做 ZK Rollup， 也叫零知识汇总。它的逻辑呢更像数学证明。 Layer 2 执行完一批交易以后，不会汇报所有的细节，而生成一个加密的证明，告诉主链我刚刚处理了1000笔的交易，这个数学证明能证明它们都是正确的。主链呢只需要验证这个证明是有效的，不需要知道每一笔的交易的具体的内容。代表项目有 ZK Sync、Polygon 的 ZK EVM。 那 Layer 2 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我们拿 Arbitrum 举例子，主网转账的手续费20到100美元， Arbitrum 上只要 0.1 到1美元。主网的确认时间是1到5分钟， Arbitrum 上只需要几秒钟。主网的 TPS 15， Arbitrum 上可以达到上千。而在2024年，以太坊又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升级，等肯升级。它的结果是 Layer 2 的使用成本下降了 90% 以上，原本几毛钱的交易现在只需要几分钱。可以打一个比方，原来所有的车辆都已经上到了 Layer 2 的高速公路上了，现在呢又在高速公路的两侧增加了许多条快车道，还修了专用的货车车道，整个网络的通行能力比原来又提高了几十倍。这意味着这台世界的计算机不仅能处理程序，还具备了可扩展性和很高的吞吐量。但问题是，它到底能运行什么样的程序呢？我们马上进入第5层，应用层，智能合约的生态系统。想想你平时用电脑的时候，打开 Facebook 发消息，你的数据呢会被存储在 Facebook 的云服务器里边，用 Photoshop 去修图，软件会调用显卡内存资源，文件呢会保存在你的硬盘里边。刷抖音看视频，后台程序呢会记录你所有的观看历史。不管你用的是哪款软件，本质上都是在调用后台的底层资源，修改某种状态。在以太坊上也是一样的，当你打开 Uniswap 进行代币兑换，背后运行的是一个智能合约。当你购买一个 NFT， 也是智能合约在处理这笔交易。当你参与 DeFi 的挖矿、质押、收益结算，
仍然是由智能合约来执行这个逻辑。但这个里边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在传统的应用当中，大部分数据呢都存在后台公司的服务器上。你在微信里边转100块钱的红包给某一个朋友，这笔交易会记录在腾讯的数据库里边。如果腾讯的服务器出了问题，这笔记录可能会丢失。如果微信冻结你的账户，你几乎没有办法反抗。但如果你在以太坊上你转100个 USDC 给某一个朋友，这笔交易会被永久的写入全球7万个节点上。任何一个节点出了问题，其他的节点仍然保留着你的数据，没有人能够阻止或者撤销这笔交易。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的链上的操作都会永久的改变以太坊的全球状态。当你买下一枚 NFT， 不只是你的钱包里边多了一张图，全世界都会同步记录编号井1234的 NFT 从地址 0xabc 转移到了地址 0xdf。 这个状态的变更不会被任何人篡改，永远不会丢失，全网都能够验证。这意味着什么呢？传统的世界里边，你的淘宝购买记录属于阿里，在 Web3 的世界里边，你的交易记录属于你自己，写在所有节点的账本上。在传统的游戏当中，你的装备存在游戏公司的服务器里边，它随时可以删除你的账号，收回你的装备。但在 Web3 的世界里边，你的 NFT 装备是真正的属于你的资产，它存在链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夺走它。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升级，它是一次权力结构的转变，从使用别人的服务变成在公共基础设施上运行你自己的程序，从平台拥有你的数据变成你拥有自己的数据。这才是以太坊被称为世界计算机的根本原因。它不仅能运行程序，而且是一台属于全人类的计算机，不受任何单一的实体控制。在这台系统上，任何人都可以部署程序，无需许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应用，没有人可以审查。所有的数据都是透明的，不可以篡改，所有的规则都是公开的，自动执行。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以太坊为什么不仅仅是一条区块链？因为它有完整的结构，从硬件到协议，从计算到状态，它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计算机。好了，我们今天完整拆解了这台世界计算机的5层架构。第一层，硬件层，全球节点网络，稳定性远超任何单一的数据中心。第二层，内核层，共识机制加上 GaaS 系统，保证公平协作与资源分配。第三层是处理器层，以太坊虚拟机，也就是 EVM， 它是全网同步的软件 CPU。第四层是扩展层 Layer 2 网络，让系统从单车道升级成为高速公路。第五层应用层，基于智能合约的生态系统，支撑了 DeFi、NFT、游戏、DAO 等核心的应用。以太坊的强大之处不在于某一个技术突破，而在于这一整套的多层架构形成了强大的网络效应。这就解释了几个现象：为什么全球的开发者都愿意兼容 EVM 标准？为什么数千亿美元的资产愿意存放在以太坊上？为什么 Layer 2的项目争相为以太坊扩容？为什么各国的政府开始关注以太坊的基础设施的价值？理解了这5层的架构，你就会明白以太坊为什么能支撑起一个数千亿美元级别的加密生态系统。但问题是，运行在这个世界计算机上的那些杀手级的应用到底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构建这个庞大的 Web3 帝国？在下一期，我们将从技术架构签跃到应用生态，全景揭秘以太坊上的核心应用项目与趋势。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有所启发，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